我想學中文可以嗎？可以，先來一段自介，看看你能說到哪種程度吧。好，我叫傑西，今年25。我小時候學一點中文，但現在久沒用，有點忘了。我希望能從現在開始好好回顧一下，因為我下個月有個說中文的朋友要來美國，我希望到時能用中文跟他溝通一點。哇靠，你現在說的真好，完全不用我這個老師了呀。你學的是哪裡的腔？真的嗎？看來我是有點天賦的。其實老師，我爸母語就是中文 ，surprise。你在耍老蘇吼，欺負我沒有母語說中文的家人是不是？老師別生氣，我是想跟你一起練習練習。那我們先設定一個主題來聊聊吧。沒問題呀，開始吧。先從考成語開始。青出於藍勝於藍，啥意思？你是要嚇死誰了？我剛才看到什麼？有個人影從窗戶那裡飄過去。你明天去掛個眼科吧，咱家這裡是20樓，大半夜不要鬼吼鬼叫的，會被鄰居罵。又有了，你快看！我來看看，那應該是一台無人機。無人機？誰半夜在20樓外面飛無人機？而且上面還綁了一件白色雨衣。這年頭的 YouTuber 為了拍萬聖節企劃，真的一點公德心都沒有。拿我防身用的球棒來，看我不把它打下来。刚刚這兩段聲音都是 Google AI Studio 免費生成的。目前 Google 平台提供了一系列的語音黑科技，個人獨白、客服對話、兩個人對話的語音都能生成。令人驚喜的是，這種 AI 生成的語音還會跟着對白自然的呼吸、喘氣、嘆氣，甚至帶出情緒和停頓，而不再只是呆板的念出感嘆詞或斷片停頓。此外，你也可以使用它體驗即時翻譯的功能，就是同聲傳譯的口譯功能。只要選定目標語言 ，AI 就能及時準確無誤地傳達翻譯，並且念出來。最重要的是，這些全是免費使用，你不用買昂貴的配音工具，也不用另外訂閱即時翻譯服務。現在，我們就一起來現場實測這兩個好用的語音功能吧。我們來到 Google AI Studio， 然後用自己的 Google 賬號登入之後，就會看到這個畫面。左邊的選單有 Playground， 還有歷史對話記錄。這邊有我們之前使用它做的一些小的應用程式。那我們首先來到左側選單 Explorer 下面的第一個 Playground， 然後這裡我們可以切換 Models 跟 Agents。但現在我要做的是右上角這一塊點選，這裡有分不同使用場景適用的模型功能。我選擇 Audio， 下面這邊有 Paid 標示的都是要當 API Key， 也就是機價付費。那我們現在是用免費的功能，所以我們現在第一個先點選 Gemini 3.1 Flash TTS Preview。進來之後我們會看到下面有8個預設好的使用場景。現在我想要先創造一個雙人對話的語音，那我就選擇這一個。這裡有顯示它是可以創造多角色的對話，它這邊有一些是預設好的對話，那我現在先把這些對話都按右邊的叉叉取消掉。這個使用場景跟這個樣本的上下文我保持預設，先不動它。首先我要先選擇第一個，因為我这邊有剩下最後一個對話，它是沒有辦法讓我刪除的，所以我先選擇這個 Add Speech Block， 先新增一個對話的區塊。我們這邊先打一個 Test， 因為我現在要先選擇這兩個對話的人物的聲音，所以我先針對 Speaker 1 第一個說話的聲音，我們先點選進去。這邊有選擇，有分腔調，這裡有分種類、語速風格，這裡我就是維持自然。這裡的 accent 它只有這幾種，都是針對英文的。選擇這個中性的 neutral。我們開始來選聲音，先試聽。What idea do you want to bring to life? 好，第一個我就先選擇這個 current， 也就是現在我已經套用了。我們先來放第一個對話。那我已經先請 Gemini 幫我寫了一個雙人對話，我就先把它貼上來，然後複製到這裡。那第二個人說話的聲音，我們就進來這裡 Speaker 2。What sparks your interest? Ready to build something awesome today? 好，我們再把對話貼過來。這邊我雖然剛剛打 test， 但是它還是可以修改。然後我們就繼續來新增。
同樣就是回到第一個對話的人物，接着我們就把依序繼續貼。我們都把自己需要的對白貼上去，到對應的人物這裡之後，其實這裡我們也可以直接按下去，用麥克風輸入這個對白。但是因為我已經先寫好了範例，所以我就直接用轉貼過來的方式，在右下角這邊有個 Run， 就點一下它就會開始針對我們貼的對白去生成這個聲音檔。好了，現在它生成完畢了，我們可以直接點選這裡有個 Download， 把它做一個下載。這裡有個播放鍵，我們也可以來聽聽看。不過醜話都說在前面，因為 Google 的 AI Studio 它畢竟就是一個類似實驗項目的地方，也就是它免費使用的功能，除了我們輸入的資料都可以默認被拿去給 AI 的模型當做訓練材料之外，它的穩定度還不是很高。剛才看到這些 speaker 人物，它本來就沒有語言的選項，它的 accent 大部分是預設英文的，所以我們這邊提供的腳本對白都是中文。它本來就沒有承諾可以把中文說得很好，但英文它的穩定度相对的高非常多。這邊的 temperature 剛才我一開始是拉到2，但後來我又把它改回1，因為我覺得1的穩定度好像稍微好一點。那我們現在直接來播放聽聽看。我今天早上看的捷運車窗上的倒影，突然有一種想原地递磁場的衝動。醒醒吧，你的銀行賬戶餘額連衝動的本錢都沒有。你講話一定要這麼一針見血嗎？少來了，你昨晚11點還在限動發什麼今晚要熬夜把企劃案通靈出來，結果呢？結果我通靈到了凌晨3點，不過通出來的不是企劃案，是把 Netflix 上那部新劇給看完了。哈哈，我就知道。那現在企劃案進度多少？就我们很明显可以感覺出來，它這個中文還是有洋腔洋調。但是如果是作為免費試用的話，我覺得我們可以先來看它的優點。這個對話它完全可以理解整個上下文，所以它有一些那種感嘆詞，還有那種情緒的聲音，比如說驚嘆的聲音或者是嘆氣的聲音，就知道它不會很呆板的用哈哈2個字來帶過去，它是真的有發出笑聲。這個我真的覺得這個是在 AI 配音裡面算是進步蠻大的，而且它是可以真的整個上下文做理解，給我們相對應的反應，有更逼真的感覺。所以如果我們有需要的話，也可以使用這個免費的功能。如果覺得生成不滿意，就多生成幾次就好了。那它的語音我還想要再試另外一個使用情境，就是一樣在 Audio 選擇 Flash TTS Review， 然後這一次我想要選一個語言老師的一個對白使用場景，我們可以先聽一下它原本的。Let's practice our pronunciation. Repeat after me. 它的英文发音都非常自然，可是我這次也是想要試中文，所以我就先把原本的都把它剔除，只留剩下一個，然後這次我想要一口氣貼中文。看一下它會怎麼反應。聲音的部分我們也做一個選擇。Got a project in mind? 好，假設我們選擇這個，我們就按下面的 Run Control。來，大家放輕鬆，我們今天不聊生硬的文法，我們來聊聊一個我發現它只為一次播放6秒鐘，所以直接貼一整段就是不 OK 的，所以一次貼整段沒有用。那我們來一個段貼好了。由於我希望他這一次一個人就好，沒有2個人，所以我把 Speaker 1跟2都設定成同一個人的聲音。那我們就來試一下，按下面的 Run， 它這邊就會出現，它正在把我們的文字轉換成聲音檔。等它轉換完，它就會自己先播放。播放完之後，它會出現可以下載的圖示。來，大家放輕鬆，我們今天不聊生硬的文法，我們來聊聊一個非常道地的生活詞彙，叫做拖延症。播放完之後，這邊就可以出現一個下載的圖示，我們就直接選擇這個 Download。所以如果你希望整段聲音檔都是一個人獨白，那只要把2個 speaker 的人設成同一個就好了。再來，我們就要測試另外一個語音功能，就是即時翻譯。回到 Playground， 然後點選右上角的選單，點選 Audio， 這裡會有出現 Gemini 3.5 版本的 Live Translate Preview。點選它，選擇這個 Talk， 你就會看到它就顯示麥克風。Then in the top right corner, you'll see it says microphone in use. 所以我現在在講話的同時 So while I'm speaking now, 它就已經在翻譯了。It's already translating. 這裡有出現 ZH。There's a ZH here. This
就代表它識別出我現在講的語言文。It's recognizing what I'm saying is in Chinese. 完成了之後，我們這邊可以選擇 Stop Recording， 它可以主動識別70種的語言。最主要是它現在是可以免費體驗的。我們按叉叉，再回到 Playground 這裡，這個 Target Language。其實一開始我們要翻譯的目標語言這邊就可以做選擇。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翻譯的中文說的怎麼樣。我當選定了目標語言是中文，讓它翻成中文，按這個 Talk， 點選之後會出現警示音，就可以開始使用了。Alright, so I'm literally talking to this AI real-time. 好啦，所以我現在真的是在跟這個 AI 即時翻譯工具對話。Just to see if it actually works or it's just another overhyped. 只是想看看它是不是有效，還是只是另一個被過度炒作的噱頭。To be honest， 老實說實在的，我們可以看到，如果我們一次想要嘗試講很長的一句話，它還是會插進來打斷我們，然後它就會做它自己的翻譯。如果還有中文，確實跟我們剛剛前面使用的那個對白功能一樣，它的中文還是說的會有洋腔涼調的感覺，但是至少它翻譯還是聽得懂，而且還蠻準確的。我們確實也可以看到它能夠做同步翻譯，只是如果想要更好的呈現效果，我們可能每講2-3句就要停頓一下，給它一點說話的空間跟時間。因為各說各話的話，就是我們在講的時候，它也會插播進來，兩個聲音就會重疊。那聽的人就會聽不清楚，所以這感覺這功能是更適合做交互傳譯，而不是同步翻譯。今天實測下來， Google AI Studio 的語音功能確實有亮點，它可以做雙人對話，可以讀懂一點情緒，也能做到即時翻譯。但因為這是公開實驗性質的免費工具，所以我的建議是，如果要做英文配音、短句測試、角色對話，這個工具值得玩。但如果你要拿來做正式中文作品，就先把它當輔助工具就好。如果你對這類 AI 最新使用技能、AI 影片製作、自動化工作流或各種可以直接拿來參考的 AI 應用工具有興趣，歡迎加入我的 Patreon 會員。我會在社群裡不定期分享我自己測過、整理過，也覺得真的有用的 AI 工具、玩法和實戰經驗。歡迎感興趣的朋友解鎖我的私房 AI 智慧體軍火庫和熱門情報。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咯，記得訂閱、按讚、關注我，我們下支影片見。